他就在问说，那国民党到底怎么了？所以为什么国民党会从所谓的原来的反共，到现在不要说他舔共了，亲共总有吧，或者在中间一点来讲这个有共，但这怎么回事呢？不是蒋经国都说这个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中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彭孝大哥，说到这点呢，我个人的感慨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呢，这个我16岁就加入国民党，那个时候还在高中啊，这个不是因为教官来招我的，而是我主动加入。然后呢，我后来读军校，我读的是政战学校。各位要知道，军校事实上就是党军学校，政战学校那更是以前的政战是什么？叫监军啊，更早叫什么啊？叫党代表。以前的国民革命军里面有所谓的党代表啊，这就是什么？就代表党来监督军队的啊，所以我的出身背景当然是非常的所谓的蓝嘛，蓝透了，对不对？但是而且我还在国民党里面，这个后来我军职外调到国民党中央，还在国民党的中央政策会当过总干事。总干事在国民党里面叫甲等职，算是这个比较高阶层的，所以我对国民党的这种转变，坦白讲，我非常的感触良多。因为呢，怎么一个党会变成这个样子？有人说：“哎呀，你们背离了国民党啊！”我现在是国民党的主要批判者之一啊。那为什么这样子？不是我背离了国民党，是国民党背离了我们这些党员嘛，背离了国民党创党的那个宗旨，背离了国民党到台湾来改造以后这种反共的基本立场。所以这不是我们背离他，是他背离了我们。那为什么何以自知呢？我觉得这个主要呢是在两个问题上面。第一个，虽然蒋经国他在晚年的时候非常积极的在推动所谓台湾的本土化，他延揽了很多台籍的精英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里面的这个中坚干部。另外一方面呢，连蒋经国自己都讲，我也是台湾人。换言之，就是说，蒋经国也知道说，在后来的这个形势的发展，国民党说要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事情，不现实，对不对？那最后只能够保住台湾。那保住台湾，什么最重要？就是台湾人的命运共同体的这种的认同非常重要。所以他以自己来讲说，我也是台湾人。他开放了党禁报禁，换言之就是说，他打开了党国体制的大门，让台湾的其他的这个团体能够来获得台湾的政权，这才会有民进党的执政呢。所以这些都是代表说一个时代的转变。但是，就像蔡英文去参加这个经国先生的七海生活园区一样，当蔡英文作为一个中华民国总统来肯定前任的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的贡献的时候，社会一般的反应都是非常正面的，只有国民两党，国民党跟民进党里面的部分人反应很强烈。你怎么这样子？对不对？事实上也是，当初蒋经国开始改革的时候，最大的批评也是来自于国民党内。所以一直到蒋经国过世以后，还有很多人认为说蒋经国他断送了国民党的前途找了一个李登辉来接班，就大错特错。但是我们站在台湾立场看，蒋经国非常英明对不对？还好他那些安排是在他有生之年还能控制得住这个局面的时候来做这些安排，使得台湾的民主
是一个什么和平演变的过程，而不是革命，像东欧一样革命，对不对？而是一个和平演变的过程。这个和平演变的过程，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蒋经国他最后的这些安排，二方面当然也是台湾人的这种包容啊跟宽容，所以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国民党里面有些人就是始终想不透啊。第二个，国民党过去的主要的组成以外省人为主，我们不可否认，省级的这种差异跟情节一直都存在的。而且我觉得说，这个我作为一个外省人，我父母都是从江西赣州过来啊。那么我个人的观察，因为这个我以前我父亲做警察，所以各地全台湾各地轮流调，所以我住过台湾很多地方，有的地方是闽南人的地方，有的是客家人的地方，所以我闽南话、客家话都讲得很好。那么我跟本省人的接触很多，所以对我个人来讲，我们家来讲没有什么省级的问题。我母亲走遍大江南北，她说台湾人最好，这是她很客观的一个比较。那么我到了军校，我才发现说，哇，省级的问题这么严重，因为军校里面很多都是眷村出来的，过去台湾的眷村都是外省，都是从大陆过来的，所以说军校里面的省级的结构是外省级居大多数。那么我才发现说，哇，原来啊省级情节这么严重，然后我所感受到的是外省级的对本省级的这种轻视。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外省人不自觉啊。那么但是因为我的生活背景不一样，所以我才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个问题使得说，当国民党失去政权以后，国民党里面的这些很多的党员，特别是所谓黄复兴党部，黄复兴党部是什么？就是像我这样的军校毕业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啊，国民党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党部叫黄复兴党部。所以你看，我们这些，我刚才讲，军校已经是外省人居多了，那我们所受的又是党国党军的教育啊，要忠党爱国。所以你想想看，这些人在国民党里面啊，他后来成为黄复兴党部的组成部分，你可见的国民党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而且最特别的是怎么样？在国民党的很多组织里面，它非常松散，只有黄复兴党部是凝聚力非常强的，它的同质性非常高的。所以当其他的一些党部都很松散的时候，黄复兴党部的这种凝聚力啊，这种一致性，就变成说现在左右了国民党的党内初选、主席选举、总统候选人的这个初选。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造成了国民党整个的这种向统的方向，在这个难以分割啊。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选举，我们台湾讲说靠两票，一个是选票，一个是钞票。国民党自从这个民进党上来以后啊，推行所谓的转型正义啊，国民党的党产，因为这个党产都是事实上都很多接收日本人，那么应该是属于政府所有，而不是应该是某个政党所有。所以这些党产的部分，后来都基本上都清零，都回归给国库了。那使得国民党就没有了党产。国民党过去啊，他只会打这种有钱的仗啊，你叫他说上街头，他又没有群众基础啊，然后没有钱，他又不晓得怎么打仗。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如何的寻求这个钱的来源，对国民党是很重要的一环。那么，所以一开始国民党就很努力的去希望说大陆台商能够支持，但是大陆台商要支持国民党，主要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中共因为大陆台商什么台商协会什么真正的背后都是中共在控制嘛，所以说大陆台商支持国民党，如果要捐赠国民党政治现金的话，
中共的态度很重要。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再加上连战，他第2次的这个总统选举失败了，他非常的愤怒，他愤怒2个，第一个他觉得美国人耍他，这是因为我当然还在国民党，我很清楚。第2个他很愤怒，认为台湾人不接受他，他觉得你看我祖父连横是台湾通史的作者我父亲这个抗日的时候到祖国效力这我们是台湾的这个主要家族之一，结果在台湾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所以这个连战他就觉得好，他带国民党说国共融宾然后造成了所谓第3次的国共合作，那合作什么呢？对不对刚开始说9·2共识，但后来的演变，大家都知道，中国认为说没有这个9·2共识就是一个中国1国2制，这个在台湾来讲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么我在这里我也提到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中共对台湾的很多渗透对国民党的渗透，对台湾的你看整个媒体都是什么台商嘛，旺旺集团不就是台商吗？他买了多少台湾的媒体然后为什么他买这些台湾媒体？目的很清楚嘛，对不对？所以说中国就透过台商，透过对国民党的渗透，一步步的在台湾很多的地方都渗透。那大家想说哎呀，那台湾不得了，那不是完蛋了吗？但是你看很奇怪这几年来的台湾的历次民调，赞成统一的越来越少，赞成独立的反而增加了，然后维持现状的更是居绝大多数。国民党花了这么大力量国民党的支持度、好感度都在往下跌。这里我们就讲到一个疫情延烧2年以后，全世界很多国家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与病毒共存？共产党跟病毒一样，在蒋介石的时代清零，对吧？只要有匪谍抓了，不是枪毙，那就是这个刑期非常长的这种监狱。但是呢，后来现在坦白讲，现在大家都知道匪谍在哪里嘛，对不对？照以前的标准的话，那一堆但是为什么没有作用现在就变成说，我们与病毒共存，因为台湾的公民社会越来自觉越高不是民智已开现在公民社会的那种思想观念的进步，比政府、比执政党还更前进。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想说它渗透这个台湾，不是这么容易。尤其是你这么落后的一种思维这些做法，不是说你掌握了媒体就能够怎么样。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与病毒共存，而产生了免疫力。这个免疫力对共产党的这种免疫力，是台湾目前跟未来发展的最主要的一个支持的力量。